这绝对是人生中必看的励志电影，它让我有勇气走出改变人生的第一步。从2000年上映至今，有近1万人为它打出8.2的高分。小男孩用自创传销的方式让爱传遍整个世界，特别是小男孩的这句话让无数影迷们感同身受。I guess it's hard for some people who are so used to things the way they are, even if they're bad, to change. When they do, everybody kind of lose. 如果现在的你已经深陷在人生的泥潭中，请一定要耐心看完这个故事。这个男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车被人撞到报废，正当他友好地问候对方亲妈时，一位神秘富豪走了过来，他将一串钥匙扔给男人。It's the Jag. You want me to drive home in your car? No, I want you to take my car. 男人顿时懵了，这可是一辆价值100万的新款捷豹啊！他不可置信地走上前询问 Whoa, what is this? What do you want me to kill your wife or something? No. Tempting, but no. Call it generosity between two strangers. 听到这个回答，男人的疑心更重了。他怀疑对方8成是个疯子，10有8九在车里安了炸弹，他根本不敢靠近半步。可没过几天，男人竟收到了过户通知，这辆豪车真的是他的了。男人是一名记者，他敏锐地察觉到这里肯定有大新闻可挖，于是他满心疑问地找到富豪，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富豪却告诉他，让爱传出去，你只需要帮助3个陌生人就可以了。男人还是不太相信，他说，那我要是天天带着美女兜风了？富豪却表示这就不关他的事了。If you mention my name, you'd be selling your kidneys to pay for your lawsuit. 男人只好一脸无奈地接受了豪车，但谁都没有想到这场爱的源头竟是来自千里之外一个小学生的作业。几个月前，社会学老师布置了一份奇怪的课外作业，思考一个改变世界的方法并付诸行动。学生们顿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他们的想法五花八门。有个学生是这样设想的，他要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网站，然后邀请所有的中国小孩一起起跳，这样也许就可以通过落地的震动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同学们听到后纷纷笑了。这时有个小男孩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先以自己为中心去帮助3个人，这3个人不用回报他，但要许下承诺去帮助另外3个人，以此类推，只需要传递21次就会覆盖全球100亿人，世界也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讲完后，课堂顿时变得嘈杂起来，有的同学觉得这主意挺不错，但更多的则认为这不就是传销吗？老师也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太过于理想化，可小男孩却说 Like a perfect world? So, what put this idea in your head? 'Cause 原来男孩名叫乔治，他的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浪子，不仅经常酗酒，还家暴母亲。他们很早就离了婚，乔治一直和妈妈一起生活。巨大的生活压力让妈妈经常早出晚归，还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妈妈曾多次向他承诺戒酒，可从来都没有付出过实践。所以乔治想到了让爱传出去的计划，因为他的内心一直希望得到妈妈的陪伴与关爱。可他的这个计划真的能实现吗？这天放学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流浪汉，于是将对方带回家，不仅准备吃的喝的，更是将自己存了好几年的零花钱也分给了他。已经被人遗忘忽略很久的流浪汉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他决定重新做人，于是用乔治给的钱买了套新的衣服和鞋子，并成功面试上了一份工作。可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是个瘾君子。某天乔治去找他时，他正和狐朋狗友们吸得飘飘欲仙，工作也丢了。面对乔治的来访，他羞愧的没有开门，第一个帮助对象就这样失败了。男人又变回了流浪汉，乔治感到非常挫败，但他并没有放弃。苦思冥想了一番后，他盯上了布置作业的山姆老师。他发现山姆很是奇怪，他总是鼓励学生们改变世界，自己却一成不变，生活单一，也很少与人交际。于是乔治决定找个人来陪伴温暖山姆，人选都定了，就是他的妈妈阿玲。他先是模仿妈妈的笔记写了封信，邀请山姆到家中做客，接着又骗妈妈说老师要来家访，最后趁着2人聊天之际偷偷点上浪漫的烛光。反应过来的2人顿时尴尬不已，匆匆聊了几句就散场了。乔治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总是会把事情搞砸，难道妈妈还在等那个酒鬼父亲回来吗？只要父亲在，妈妈就会忽略他，也不在乎他的感受了。极大的安全缺失感让乔治和妈妈剧烈争吵起来，他们的情绪逐渐开始失控。 I hate the way you are. I hate that you're my mother. 2人瞬间都愣在了原地。深感愧疚的阿玲在厨房的吊灯里找到一瓶酒，然后深深灌了一口。她本想借酒消愁，但很快又吐了出来。夜晚，她敲了敲儿子的房门，想要道歉，却发现儿子已经偷偷离家出走了。另一边，乔治正在车站数着零钱，准备买票。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想将他拉走。还好山姆及时出现，将那人收拾了一顿。和山姆一起来的还有妈妈。阿玲真诚地向儿子道歉：“我下半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刚刚那样对你。我本想喝酒逃避这一切，但我还是忍住了。” And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hear any more promises, so I'm just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have a problem. I have a really bad problem. And if you can be with me on this, if you can think it's possible that I can do it, then I think maybe I can.
If you just try a little bit and…阿林的话还没说完，乔治就扑进了他的怀抱，母子俩紧紧相拥。一旁的山姆看到这一幕，流露出一种羡慕又忧伤的复杂神情。不过经过这件事后，他对阿林的印象改观了不少。之后的两人开始尝试约会，在一次约会后，山姆情不自禁地吻了她，但在关键时刻又推开她，落荒而逃。此后的几天，山姆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阿林终于忍不住地找了过去。山姆解释说：“你根本不了解我，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一旦被打破，我的人生就会陷入迷茫。”从这晚开始，山姆再也没有联系过阿林。乔治的第二个帮助对象就这么失败了，他将改变世界的希望放在了第三个人身上。这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同学被人欺负，他赶紧骑着车冲上前去，可看到是3个大男孩时，他瞬间怂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同学被扔进了垃圾桶里。乔治很是自责，他开始对自己的计划感到绝望。山姆看到后过来安慰他：“有些事情我们真的爱莫能助。”没想到乔治却反问他：“那你了？你明明可以帮助我妈妈的。” Is the world just shit? No, it isn't. You did good work. And anyway, for what it's worth, I'm grading you on the effort, not the result. I don't care about the grade. I just wanted to see i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change. 乔治的话让山姆陷入了沉思。他之所以拒绝阿林，是因为自己满身的疤痕，他害怕对方会因为这个而拒绝他。但乔治的话让山姆想勇敢一回。深夜，他找到阿林袒露自己的心声，没想到阿林从来都不在意这些。就这样，两人度过了美好的一晚。第二天，山姆小心翼翼地出来上厕所，却被乔治碰了个正着。乔治激动不已，这个世界终于有点改变了，他也有了个梦寐以求的好父亲。乔治终于不再像个小大人一样故作成熟，他会在山姆面前玩闹，缠着他带自己去看橄榄球比赛。乔治觉得自己现在特别幸福，可就在这时，他的亲生父亲回来了，山姆只好尴尬地离去。原来男人想要浪子回头当个好父亲。他告诉阿林自己已经5个月滴酒未沾了。在他的花言巧语下，阿林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因为他才是乔治的亲生父亲，能给儿子最好的爱。可阿林没想到人渣永远都是人渣。第二天，阿林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山姆，并解释说前夫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以前对他动手只不过是喝醉了。山姆听到这话顿时怒火中烧。 Christ! What is it with women like you? Is that something you really tell yourself? Oh, it's okay he beat me? Trevor's okay? How do you know the next time after you, he doesn't come for Trevor?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Arlene. My father got on his knees and begged my mother, and my mother, she always took him back. 原来山姆就成长于一个家暴的家庭。14岁那年，他离家出走，直到成年后，他长得很强壮，才回到家中。那时的父亲还是会经常酗酒，并家暴母亲。山姆严厉警告父亲：“如果你再敢碰他，我就杀了你。”然后他站在门口，让母亲和他一起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可母亲没有出来，反而是父亲从背后偷袭，用钢管打得他满头是血，接着像拖死狗一样将他扔进杂物间，然后倒上一桶汽油，最后扔下一根火柴。他满身的疤痕就是这么来的。他永远忘不了父亲当时暴力的眼神，里面充满了极大的满足感。山姆害怕乔治会成为下一个自己，可阿林却还在不断地为前夫辩解，说他绝对不会对儿子动手的。Jesus, Arlene, he doesn't have to. All he has to do is not love him. 眼看阿林依旧执迷不悟，山姆愤懑离去。可事情果然如山姆所料，没过几天，前夫就原形毕露。喝醉酒的他不仅强行闯入阿林的房间，甚至还想揍房门紧闭的乔治。阿林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Sorry. I think I made a mistake. Everybody makes mistakes. 这天放学后，乔治独自坐在教室，他希望山姆老师能再给他妈妈一次机会，让日子回到父亲回来之前。可山姆态度坚定地拒绝了，即使他的现状很糟糕，一直生活在过去父亲的阴影之中，但他还是不愿打破。兜兜转转，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让爱传出去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乔治丧气极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场微不足道的爱心浪潮正在悄悄地从一个又一个人的身边散播开来。他第一个帮助的流浪汉虽然一开始没有戒毒成功，但他却将爱传了出去。在一次去买毒品的路上，他遇到一个女人正准备跳桥自杀，流浪汉赶紧上前阻止，并不断好言相劝道。已经爬上栏杆的女人哭着问他为什么要理自己。 Because I owe somebody a favor. Not me. Why not you? You know, a minute ago, all I could think about was getting my next fix. And then I saw you and I changed my thinking. Oh, please. Go away. Trust me. I'm not worth it. Are you kidding me? You think I live at the Ritz? Have a cup of coffee with me? What? Do me a favor. Save my life. 随后，流浪汉向女人伸出援助之手，
就这样，在救赎他人的同时，他也拯救了自己。而且他在乔治家住的时候，还主动帮阿玲修车。阿玲一眼看出他是个瘾君子，于是戒备地问他为什么要帮忙。没想到流浪汉却反问道：“你曾流浪过街头吗？”当我第一次风餐露宿用报纸盖在身上时，我才知道这辈子毁了。当时只要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拉我一把，就算是个小孩的帮助我也会接受，因为我不能再搞砸了，否则我就死定了。 Look, I appreciat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paying back Trevor. I'm not allowed to pay back Trevor. Now, what is it you're doing? I'm paying it forward. 阿玲就是在这时知道了儿子让爱传出去的计划，她也去实行了。她找到自己多年未见的母亲，原来小时候她的母亲酗酒又不负责任，阿玲一直很恨她，成年后就与母亲断绝了来往，而母亲也一直生活在悔恨与自责中。每次路过阿玲的家门时，她都不敢进去。现在阿玲也为人父母，在与儿子相处的过程中，她深刻体会到了作为妈妈的不容易，所以她决定原谅母亲。母女俩多年的隔阂终于在泪水中溶解。之后，阿玲的母亲也将爱传了下去。他帮助了一个偷东西的混混小黑，小黑从小就混迹街头，经常打架斗殴。当他得知自己被救下的理由时，觉得很是荒谬。桀骜不驯的他最讨厌别人指使自己做事。直到这天，小黑再一次因打架受伤进了医院，对面的女孩哮喘发作，呼吸困难，他和父亲足足等了5个小时都没有人处理。这一次医生过来又无视女孩的情况，而是打算先治疗情况看起来更重的小黑。女孩的父亲上前和医生理论起来。小黑很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但他这暴脾气可忍不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枪对着地板就是2下。就这样，女孩终于得到了治疗。女孩的父亲对此很是感激，于是问他想要什么回报。没想到小黑被警察拖走时，竟大喊着让爱传出去。所以富豪看见男人的车被撞到报废后，便将自己的车送给了他。而男人是一名记者，他顺藤摸瓜一路追查到了男孩乔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爱的运动竟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他决定采访乔治，让爱传得更远。乔治对着镜头说：“我努力实现过计划，可都失败了。但我妈妈做得很成功，她主动和我外婆和好了。这件事对她来说很困难，让爱传到那么远都是我妈妈的功劳。至于我的作业成绩合不合格，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想是有些人太害怕了，他们总认为困难会因为时间而淡化，总觉得这世界还不算太烂。习惯原本生活的人不容易改变，就算现状很糟也很难改变。他们一放弃，就每个人都是 loser。”听到这的山姆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懦弱，他不想成为乔治口中的失败者。他勇敢地找到阿玲，并告诉她：“我不想再过没有你的生活了。”随后2人热情拥吻，而楼下的乔治又看到上次的同学被欺负，这一次他没有畏缩不前，而是勇敢地选择了出手相助。拉扯中，一个男孩拿刀刺向了乔治，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有时生命就是这么的脆弱。小天使乔治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后的阿玲悲痛欲绝，她每天坐在屋内看着儿子生前的采访。那天正好是乔治的生日，记者问他：“让爱传出去是你的生日愿望吗？” I can't ask for that. Sure, why not? It wouldn't work. Why? I already blew out my canvas.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这么烂吗？不知不觉中，夜幕降临。这时，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山姆拨开窗帘向外望去，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满怀爱意的人们聚集在外面，他们手捧蜡烛，献上鲜花，点点烛光照亮了整个黑夜。而更远处，在无边的夜色中，爱的车流还在不断地向这里涌来。这世界或许真的改变了。电影根据德国小男孩德比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它向我们传递着人世间的大爱。正如男孩所说，就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可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那些梦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却没有任何行动的人铺就的。电影中的每个人一开始都愿意改变自己，可真的行动起来时，才发现冲破固有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如果你觉得身边的世界烂透了，那就去改变它，哪怕再小，它也比之前好了一丢丢。只有勇敢地踏出改变的第一步，我们的人生才会有更多可能。